俗话说得好，种植1点通，浇水3年功。不仅如此，在园艺界还有一句话，一朵花需要3年的时间来浇灌。由此可见，浇水对于养花的重要性。那么，怎么样浇水才能让观叶植物油亮又翠绿呢？怎么样浇水才能让开花植物开花100朵呢？其实浇水不能一概而论，要具体花卉具体分析。大家好，我是花花，今天总结了常见16种花卉的浇水方法，照着做，能让你家里的花长得壮，长得旺，花旺人更旺。虎皮兰、虎尾兰的浇水，按照季节来说的话，春季和秋季是它的生长季，可以每7天左右浇1次水。到了温度高的夏天，应该增加浇水的次数，改为每3至4天浇1次，并且夏天的浇水要在早上或者晚上进行，一定要避开中午高温的时候。到了冬天，如果气温很低，可以考虑15天左右浇水1次，如果气温低于5度的话，也可以考虑断水。另外，新栽种的虎尾兰要先浇透水，浇透水之后，可以大概等1个月，等到浮盆之后再正常养护。还有，常给虎尾兰的叶片喷水，可以让叶片斑纹更加明显，颜色更加油绿。长寿花，长寿花的浇水可以根据季节、温度和盆土来综合判断。如果是颗粒土养护的长寿花，在温度低于10度时，一般20天以上浇水1次；温度10度以上时，一般7至10天浇水1次。不过现在市场上买的长寿花大部分都是用泥炭土种植的，泥炭土的保水性是非常好，可能浇水1周后也并未干透，所以这种植料的浇水还是需要结合盆土情况酌情增减。沙漠玫瑰，春季温度开始回暖，沙漠玫瑰的生长活跃，此时每周浇水1次是比较合适的频率。进入夏季，温度急剧上升，沙漠玫瑰对水分的需求也会增加，所以在夏季建议早晨或傍晚时给沙漠玫瑰浇水。同时可以增加浇水的频率，将每周浇水1次增加到2次。但要注意的是，避免在阳光直射的时候浇水，以免水滴在叶片上引起烧伤。秋季的11月份以后，沙漠玫瑰慢慢进入休眠期，生长速度也会变慢，对水分的需求也相应减少。这个时候每隔10到14天浇1次水，即可满足它的需求。随着冬季的到来，沙漠玫瑰进入了冬眠期，生长几乎停止，因此对水分的需求相对较低，所以每隔2到3周进行1次浇水即可满足需求。文竹，文竹又名云竹，它喜欢温暖湿润半阴的环境，害怕干旱寒冷的天气，所以浇水时要从它的喜好出发。在春秋季节，一般每3至5天浇水1次；在夏季高温时段，需要2至3天浇水1次；在冬季低温时段，可以每7至10天左右浇水1次。金虎仙人球，金虎是多肉植物的一种，喜欢干燥和光照充足的环境，但半阴的环境它也可以生长。浇水时可以参考每隔15天浇水1次，判断浇水的方法也很简单，摸一摸它身上的刺，如果明显变软了，再浇水。另外，山影、虎头、龙骨、梁天池等肉质花卉，浇水可以参考金虎的浇水方法。富贵竹，水培富贵竹通常摆在通风、光线充足的地方，在它生根之前，大概2至3天换水1次。但水培生根后，等水变得浑浊后再换水也来得及。在此之前，如果水量变少了，可以往容器里面加水。另外，夏季或天气干燥时，要往叶面上多喷水，这样叶片更油绿新鲜。还有一个养护富贵竹的小妙招，那就是往水培的容器里面放1根铁钉。君子兰，
君子兰是肉质根系，春秋季节可以每周浇水1至2次，夏季要适当增加频率，1至2天浇水1次。冬季气温低，保持土壤润而不湿为宜，可以有效延长花期。给君子兰浇水，推荐小水漫灌的方法，用小水流围着盆壁慢慢浇水，直到透水孔有水流出，就可以停止浇水了。发财树，给发财树浇水的方法有2种，一种是从上面浇，一种是从下面浇。从上面浇水的方法是用喷壶或水壶从发财树的叶子上方向下浇，让水渗透到土壤中。从下面浇水的方法是把发财树的花盆放在一个装满水的盆子里，把水从盆底的孔洞吸收到土壤中。无论哪种方法，都需要注意的是，发财树的浇水频率根据季节和环境要进行调整。一般来说，春夏季节发财树生长旺盛，水分消耗较多，可以每周浇水1次。秋冬季节发财树生长缓慢，水分消耗较少，可以每2周或每月浇水1次。茉莉花，茉莉花春季萌发新芽，需水量不大，观察一下盆土表面发白再浇水，而且不可多浇，否则过多的水分容易烂根。夏季是茉莉花的盛花期，孕育花苞和生长枝叶都消耗大量的水分，再加上夏季天气炎热，水分在高温下蒸发得快，我们需要经常浇水，3伏天时甚至1天浇2次水。秋季气温有所下降，茉莉花生长逐渐慢下来，浇水前我们可以用手指从土壤下抠2至3厘米，看到干燥后再给它浇水，而冬季则可以每个星期浇水1次。月季花，春秋季节月季花生长旺盛，需要逐渐增加浇水量和频率，每5到7天浇1次水。夏季炎热，水分蒸发快，需增加浇水频率，每3天左右浇1次水，并在早晚进行。秋季随着气温下降，浇水频率需逐渐减少，大约每7到10天浇1次水。冬季月季生长缓慢，需保持土壤适度干燥，每10到15天浇1次水。三角梅，我们养的三角梅如果正在开花，这个时候我们要保证别缺水就行。一般情况下，盆土干下去1-2公分时，给它浇透水，这样得到充足的水分，它的根系不受损，根系长得发达，就能够正常的吸收养分，去快速的长新枝、长新芽。只要有新枝新芽，就会不断冒花苞。当三角梅开完花以后，想要让它再次开花的话，就要去促进它分化花芽，就需要控水。控水必须要用小的花盆，透气性好的土壤，这样土壤才能够快速的干。如果用大盆，浇上水1个月不干，你想让它开花就比较难了。控水阶段，叶片轻微打蔫了再去浇水，这样浇上水以后，叶片会快速恢复硬朗，等它再次打蔫了就再给它浇水，这样持续1个月左右的时间，三角梅就会又开始长新芽了。长出来的新芽都带着小花苞，然后我们就还按照开花时的浇水方法就可以了。龟背竹，龟背竹非常喜欢水，特别是在生长旺盛期，需水量极大，最好每天浇1次水。如果是在夏天，1天2次它也可以承受。春秋季节是龟背竹的生长旺季，可以每隔2天浇水1次。冬季则降低浇水频率，大约3至4天浇水1次。若是北方干燥的室内，可以经常向叶片喷水，以保持湿度。浇水时还有一些额外的注意事项，夏季浇水避免在中午高温时段，以免叶子被太阳灼伤，最好选择早晨或傍晚浇水。浇水前检查土壤的干湿程度，如果土壤表面已经发白，则说明需要浇水。另外，多喷水对于龟背竹的生长有益，而啤酒水擦拭叶片会让龟背竹的叶子更油亮，也更有利于开背。非洲锦，非洲锦为多年生草本植物，喜充足的散射光环境，但夏季要避免光照直射，浇水时不能浇在叶上，否则叶面起黄斑或烂叶。
春夏季节可以每周浇水1至2次，秋季和冬季建议每周浇水1次。白长，白长也叫一帆风顺，喜温热多湿。浇水频率10天浇1次，浇水时尽量安排在晴天的早上，下午4点以后停止浇水。高温天气时需每天往叶片上喷水，秋季相应的减少浇水次数。山茶花，山茶花喜温暖湿润，忌暴晒。春秋季间隔2-3天浇1次水，夏天气温高，清晨和傍晚各浇1次。浇水时，水中加入0.1%的硫酸亚铁，能改变水质，促使植物生长。蟹爪兰，蟹爪兰的生长状态不同，浇水的时间间隔也不一样。蟹爪兰在春天的时候，花期刚结束，这个时候不能缺水，一般是5至10天左右浇水1次。夏天的时候，除高温之外，3至5天浇水1次。当温度超过32度的时候，用液面喷雾的方法代替浇水，每天多次喷雾。秋天的时候，一般5至7天浇水1次。冬天浇水主要就是看温度，一般都是10至15天左右浇水1次。绣球花，夏季高温时，每天早晚各浇1次水；春秋季节时，每隔2至3天浇1次水，保持土壤湿润即可。冬季时，每周浇1次水即可。以上就是今天分享的内容。喜欢花花的内容，请点赞、关注并多多转发。感谢各位花友的观看，我们下期再见。